全球金融市场即将迎来2026年的第一场超级风暴。今晚要公布的是2025年12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这次的非农就业数据绝对是史诗级的，因为不仅仅可能决定比特币能否冲破10万美金的大关，更是验证美国经济到底有没有软着陆的验证机会。而且重点来了，这份数据是美国政府经历了史上最长43天关门闹剧之后交出的第一份干净的成绩单。在这里做一下风险提示，加密货币市场是一个充满机会但也伴随着极高波动风险的战场，特别像今晚这种重磅数据发布的时刻，市场可能会出现上下插针、多空双爆的极端行情。我们先从比特币技术面入手，4小时级别来看呢，它是收长下影线，底部呢意味着信号趋于明显。另外我们从指标方面来看， MACD 差不多是在这里呢要汇合形成金叉了，而且在这里呢看起来好像是要多头动能柱来接管。而且 RSI 信号指标也是有一点向上要形成金叉，但是好像又被拒绝掉了，那又要下来的意思啊。从日线级别看，基本上都是空头排列啊，向下意味着还没有跌够，接下来还是要关注前低点87000附近。那第二个呢，就是通道的下轨数，也就是在84500左右附近，这是目前需要关注的两个支撑位。短线来讲，这个位置的话，它有向上反弹的动力。那反弹我们看向哪里呢？结合目前比特币的现价是90498 USDT， 那市场陷入低波动的盘整，价格始终在94000、95000，就是这一个区间窄幅震荡，成交量逐步萎缩，表明市场其实参与度比较低，多空双方僵持。K 线的话，可能表现为就是弱阳或弱阴线，实体占比的话也是参差不齐啊，趋势信号模糊，整体呈现休眠的状态。当前价格接近关键区间边界，但缺乏动能。从周期性指标来看，低波动往往预示着变盘在即，需警惕突破行情。如果想要更为详细的短期开单策略，可以通过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进入到 Telegram 群组，这是我们基于 DeepSeek V3 最新数据开发的专业加密货币 AI 模型，投入了大量时间成本，旨在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目前频道的话免费开放，后续进入需要进行付费。具体使用的方式可以参考我这支影片。如果还未注册交易所，可以通过我们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同时，还可以参与新人福利、数字盲盒、体验金的奖励。另外，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的观众，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指标平台当中申请解锁 SYP 权限。该权限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指标平台当中观看任何想要看到的数据信息，帮助各位更好的发掘入场机会。也可以凭解锁的 SYP 申请我们仅为会员开通的 Telegram 群组，这里呢是专属的信号群，我们会每天分享开单信息，支撑阻力点位，清算关键位，让各位的收益更加透明化。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啊，市场阴晴不定，还是要敬畏市场，减少开单，保护我们的本金。那我们的指标平台同时开设了独特的空投机制，每天打卡以及观看视频均可以有经验值的奖励。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作为日后的空头凭证。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头计划，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针对我们指标平台升级，可能有部分观众也对 SYP 掉线了。我们在 T 区开设了关于指标平台的客服群，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我们会耐心解答。感谢支持。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在这里呢是分享有价值的内容，真实的交易记录。那自己呢平时也多花点时间去币安广场发发帖子啊，互动啊，感觉很可能会是下一个趋势了。接下来进入到基本面信息啊，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市场现在这么慌，以及为什么要关注到今晚的这一个数据。现在市场的共识预期是12月新增就业人数大概在 5.5 到7万人之间，这个数字其实是很低的，说明市场已经极度悲观，认为经济放缓了。但是呢，这个对于我们币圈人来说，反而希望看到经济稍微烂一点。为什么？因为只有经济烂了，出现了温和衰退的信号，美联储那些大佬们才会害怕，才会在1月底或者是3月赶紧宣布降息，赶紧开动印钞机放水救市。但如果今晚给到的非农数据表现非常好，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0万以上或者15万，那当然这个数字的话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啊，那就代表经济太强了，通胀又要回来，美联储就没有理由降息了，到时候美元指数反弹，比特币可能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直接往下跌。去年底，也就是25年10月到11月，美国政府关门了43天，这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这段时间，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 的人都无心放假去了，像什么住户调查、CPS 这些关键数据收集工作完全停摆。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看到2个月的任何经济数据啊，都充满了水分。
然而今晚的这一份报告是停摆结束后的第一次真实数据，被经济学家认为是首份干净的报告。那么问题来了，就是因为刚复工啊，很多补发工资啊、行政羁绊会导致数据出现混乱。比如说有些公务员虽然没有上班，但是补发了工资，那统计上来说的话，算不算是就业呢？这中间的技术性错配很容易让市场出现误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晚的市场波动率可能会被过度放大。具体市场的表现形式很可能就是摩根大通市场情报对于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反映的5种情形分析啊。那先说只是5种情形分析，不代表就最真实的数据。那如果这个数据超过 10.5 万的话，概率 5%， 标普500指数下跌 0.5% 到 1% 左右。那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在视频刚开始说的，那在7万左右，因为 5.5 到7嘛，那概率 40%， 指数上涨会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另外值得注意是，今晚的重头戏的话，不仅仅只是非农数据，在聚焦宏观数据的同时呢，也将高度关注美国最高法院可能将于当地时间周五上午公布的关于特朗普关税合法性的裁决啊。除了技术面，资金面有个很怪异的现象啊，你们知道吗？像贝莱的这种 IBIT 现货 ETF， 最近几天的话也出现了一个单日流出的情况。那这些机构在获利了结，在跑路嘛，但是链上的数据的话，却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件事情。那些囤币地址，也就是我们说的巨鲸，他们的持仓量反而在逆势增加，这说明什么？说明短线的投机资金在撤退，真正的聪明钱在悄悄吸筹，他们在赌一个大的方向，正在进行筹码交换。包括最近大家其实有看到这条新闻啊，是特朗普的公司正在卖出比特币换成以太坊啊，他将27.12颗自己持有的 WBTC 兑换成为770.6枚的 ETH。那出售了250万美元左右的 BTC， 并买入到770的 ETH， 这意味着特朗普也成为了忠实的义卫兵。最后呢，做一下总结啊，也是给大家一些操作上的锦囊妙计。今晚的非农是2026年加密市场的第一次压力测试，它要检验比特币到底能不能在第一季度冲上10万美金。我的建议是紧盯美元指数，这是最诚实的指标。如果数据公布后 DXY 跌破98，可能会作为开启新一轮牛市的最可靠信号。第二是关注比特币的防御优势，现在环境不确定性很高，比特币跟黄金的相关性高达 0.88， 这意味着即便数据利空，比特币也比那些乱七八糟的山寨币更加能扛。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今晚密切关注一下非农数据，不要盲目操作。今晚的非农数据是北京时间的晚上21点30分啊。需要等待市场给明方向，千万不要在大数据公布的前一秒去赌方向，那是赌博，不是交易。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拜拜。